如果要给恐怖游戏排一个榜单，那卡普空的《生化危机》和科乐美的《寂静岭》一定会位于前2名。商业上，《生化危机》整个系列 1.6 亿份的销售量，以及坐拥7部真人电影，成为史上最畅销的恐怖游戏 IP。而寂静岭系列则创造性的开辟心理恐惧类型，通过游戏内的故事及视听语言，将玩家带入游戏主角更深层的精神困境之中，成为恐怖游戏的美学标杆。至于电影改编上，不同于《生化危机》的科幻动作片路线，寂静岭电影则忠实继承了游戏的心理恐怖内核。正好当下寂静岭的新电影《重返寂静岭》正在热映中，那我也借着这个时机来盘点一下寂静岭游戏系列的整个发展历程。我将按照 PS 主机的顺序来进行，视频已经设置好章节，大家可以快速跳转。寂静岭这部游戏的诞生，对科乐美可以说是一个惊喜的意外。1996年，卡普空的《生化危机》上市，取得巨大成功，这让科乐美高层很是眼馋，于是便想要制作一款低成本的2D 恐怖游戏，来蹭一下《生化危机》带出来的恐怖游戏热度。科乐美本身是靠街机起家，90年代末，日本名为帕青哥的弹珠游戏机非常火，科乐美投入很多资源进军这一市场。主机游戏平台的主要产品则是体育游戏《实况足球》和恋爱模拟的《心跳回忆》。这些都占用核心团队的大量精力，于是这个不太重要的恐怖游戏跟风之作就交给了东京分部里一群此前项目失败或者即将面临裁员的边缘员工。这群人共同组成制作组来接手这款游戏的制作，也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 Team Silent。 制作组的核心成员包括主创外山圭一郎、美术伊藤畅达、音乐山冈晃等等。他们虽然接到的指令是开发一款模仿《生化危机》的作品，但是私下却觉得反正自己都边缘化了，干嘛不放开手，大不了最后烂尾走人。于是游戏的开发理念180度大翻转，他们不准备跟随《生化危机》那种美式视觉冲击和对游戏内资源把控的生存恐惧类型，而是转向到内在潜意识投射、心理创伤、宗教隐喻、人性挣扎，来营造出独特的心理恐怖氛围。这便是1999年上市的寂静岭初代。游戏上市之后，在玩家群体的口碑非常好，最终卖出了200多万套，成为 PS1 末期最成功的原创 IP 之一。寂静岭初代中，玩家扮演哈里·梅森，是一位作家。他曾与妻子开车路过寂静岭郊外，在路边发现了一个被遗弃的女婴。夫妻2人决定收养这个孩子，并给他取名雪柔。时间来到7年后，哈利的妻子因病已经去世。此时的哈利正开车带着7岁的女儿雪柔前往寂静岭度假。在即将到达之时，路上突然出现一个小女孩的身影，哈利为躲避只能急转方向盘，导致发生车祸，自己陷入昏迷。醒来后，哈利发现寂静岭空无一人，到处都弥漫着浓雾，女儿也神秘地失踪了。在寻找女儿的过程中，哈利和玩家一起逐渐揭开养女雪柔与寂静岭小镇之间隐藏的黑暗过去。由于初代 PlayStation 的机能限制，游戏无法渲染复杂的 3D 场景。Team Silent 巧妙利用浓雾和黑暗场景来遮蔽远处的模型，而这种模糊与朦胧感正好与其所营造的压抑未知的心理恐怖氛围非常契合。那这个系列还有着一个标志性的游戏机制，那就是表里世界的切换。表世界的寂静岭笼罩在浓雾之中，街道空无一人，但还算是一个正常世界。而来到里世界，场景则变得扭曲怪诞，并且出现大量怪物。表里世界的切换不仅是寂静岭系列的核心机制，更是其心理恐怖美学的灵魂。它让玩家在现实与噩梦之间不断摇摆，既是对故事角色精神状态的模拟，也是对人性黑暗面的凝视。寂静岭初代的成功让科乐美非常高兴，于是就给了 Team Silent 更多资源，让他们继续进行续作的开发。另外，前面提到的核心主创外山圭一郎，在寂静岭初代制作完成还没有上市之前，就离开了科乐美，转投到索尼旗下，并开辟了死魂曲系列，因此他并没有参与2代的制作。寂静岭2在2001年于 PS2 平台首发，这部游戏也是整个系列中玩家评价最高的一作，多次入选各个游戏媒体史上最佳游戏的榜单。寂静岭2的剧情与前作并没有什么关联，也不包含邪教、恶灵等元素，但是依然继承了系列的心理恐怖氛围。游戏故事的灵感来自俄国小说《罪与罚》，剧情聚焦于人物内心世界中的负罪感、愧疚、逃避和救赎。
本部游戏主角为詹姆斯，他的妻子玛丽已于3年前去世，但是最近他突然收到一封署名为玛丽的信，信中写道希望詹姆斯去寂静岭与之相见。尽管知道妻子已死，詹姆斯仍怀着困惑与一丝希望，独自驾车前往被浓雾笼罩的诡异小镇寂静岭。在寂静岭的探索中，主角詹姆斯遇到的各个角色和里世界的怪物，大都是其对亡妻心理情感的映射。玩家也在游玩的过程中，慢慢发现主角隐藏在心底的秘密。得益于 PS2 机能的提升，寂静岭2的画面获得了很大升级。同时由三冈晃所制作的游戏音乐也被非常多的玩家奉为经典。寂静岭3是2003年上市，同样是 PS2 平台首发，但是与第二部不同，本作续接初代寂静岭的故事。那寂静岭系列一直有着多结局设定，3代承接的是初代顾德家最好结局，哈利怀抱的融合雪莉灵魂的新生儿离开寂静岭。3代的游戏主角正是当年的那个婴儿，名叫希瑟，已经17岁了。某日他正在商场购物，突然周围的世界扭曲变形，怪物涌现，而这一切正是邪教新任首领克劳蒂亚促使的。希瑟在经过多场战斗回到家中，却发现他的父亲初代的主角哈利已经被邪教分子杀死。目睹这一切的希瑟决定前往寂静岭为父报仇。本作在玩法上和前2部基本类似，得益于 PS2 机能的进一步释放，寂静岭3的游戏画面和场景的丰富度都远超前2部，过场动画也更加电影化，特别是里世界的场景塑造非常惊艳，当然恐怖感也是十足。依然是 PS2 平台，2004年寂静岭4密室发布，这部作品同时也是 Team Silent 所开发的最后一部寂静岭。本作在玩法、视角、世界观和叙事结构上都进行了大胆革新，故事不再以寂静岭为舞台，而是发生在距离寂静岭附近的一个城市灰原市。主角亨利住在南灰原市一栋老旧公寓的302房间。一日，亨利醒来，发现自己被锁在了租屋内，房屋窗户都无法打开，电话也无法使用，即使大声呼救，门外也没有任何回应。在被困5天后，租屋浴室的墙壁上突然出现一个神秘的洞，为了脱困，主角只能硬着头皮爬了进去，进入一系列扭曲、血腥和超现实的异世界。密室是系列正代中首部加入第一人称视角的作品，在游戏主要探索的异世界依然是第3人称视角，但是回到主角的302房间就自动切换到第一人称视角，这个房间也是游戏的唯一存档地。这一座取消了表里世界的切换，随着游戏进程的推进，主角每次进入异世界场景都会不同，相当于独立的关卡。同时前几部中照明的手电筒和检测怪物的收音机也取消了。所有的改动让这部寂静岭成为系列中评价最为2极分化的一作。游戏本身还是一部恐惧感十足的好游戏，初次接触这个系列的人评价可能会比较高，而从前几部玩过来的系列粉丝又会觉得没有寂静岭的味道。寂静岭初代和2代的销量都很高，但随后的3代、4代销量低迷。那连续2部的失败让克乐美对这个系列的日式心理恐惧失去信心，觉得应该把续作交给更懂欧美市场的欧美团队来进行制作。于是在2005年，趁着公司内部部门重组，克乐美便正式解散了 Team Silent。2007年，寂静岭起源发布，首发登陆 PSP 平台，并于第2年登陆 PS2。起源是 Team Silent 解散后，克乐美交给欧美外包公司制作的第一款寂静岭游戏，它由英国工作室 Climax Studio 开发。起源的故事是发生在初代寂静岭之前，属于系列的前传作品，时间设定在1代的23年前。1976年，卡车司机查维斯行驶经过寂静岭，途中被一个小女孩拦下，他跟随女孩意外救下了被邪教献祭、身负重伤的阿雷莎。随后查维斯失去意识，第2天醒来，他发现被困在了寂静岭。之后随着游戏进程的展开，玩家扮演的查维斯不仅要面对自己童年的阴影，还要揭开寂静岭教会的邪恶阴谋。玩法上，本作依然延续系列的表里世界设定，但不同的是不再根据剧情或者时间被动切换，而是玩家主动通过镜子来自由穿梭表里世界。这一操作既可以方便玩家躲藏怪物，也成为推进剧情和解谜的关键机制。起源之后的作品应该是寂静岭归乡，
不过我们放在后面再聊。先来看看这部寂静岭破碎的记忆。该作2009年登陆 Wii 平台，随后移植到 PS2 和 PSP， 与起源一样，都是由英国工作室 Climax Studios 开发。破碎的记忆是根据1999年的寂静岭初代进行重构，可以看作是初代的平行宇宙，二者共享基础框架，但核心设定、剧情、世界观完全独立。故事开场同样是哈利带着雪柔回寂静岭发生车祸并失去意识，醒来后女儿不见了踪影，玩家与主角一同寻找女儿。但不同的是，剧情并没有涉及初代的邪灵元素，每一关结束后玩家都会变成第一人称视角，在心理医生处接受提问，玩家的不同选择会决定游戏剧情故事的走向。整部游戏完全取消了战斗系统，无法主动攻击怪物，表世界的游玩是通过探索与解谜来推进剧情，切换到里世界，玩家则要逃避怪物的追击，并且这部作品的里世界视觉风格大改，由原来的血肉、铁锈、腐败的风格换成了冰封极寒的场景。虽然破碎的记忆在玩法上打破了寂静岭系列的传统，但是依然保留着通过推进游戏进程不断向角色内心深处探索的核心。再加上优秀的剧情和最后的反转，让这部作品赢得了玩家的广泛赞誉。下面来到 PS3 平台，首先是2008年发售的寂静岭归乡。归乡发售是早于前面提到的破碎记忆的，由美国工作室 Double Helix Games 开发制作。本作似乎有点脱离寂静岭的日系心理恐怖，变成了一款美式动作游戏。科乐美更是终止了归乡的日本发售计划，只在欧美国家上市。故事以军人阿历克斯开场，他因在服役中受伤而退伍，回到了自己的家乡牧羊人溪谷。牧羊人溪谷和寂静岭都紧邻托鲁卡湖，相距很近。回到家乡的阿历克斯发现小镇的样子已经与他离开时完全不一样，街上没有人影，还到处弥漫着浓雾。回到家中后，他发现父亲和弟弟都不见了踪影，只有母亲独自在家。在之后寻找家人的过程中，主角逐步揭开家族、小镇与寂静岭教团之间的黑暗秘密，同时也要面对自己内心的创伤和幻象。玩法上，玩家需要在不同场景寻找线索，以推动情节发展，探索和解谜仍是游戏的重要部分。除此之外，战斗系统也成为本作的重要元素。主角是退伍军人，有着丰富的格斗技巧，因此玩家可以进行轻攻击、重攻击和混合连招，同时还增加了格挡反击和翻滚回避。当然，游戏内也提供了很多远程枪械供玩家使用。PS3 平台的第二部寂静岭是2012年发售的寂静岭暴雨，游戏由捷克工作室 Vatra Games 采用虚幻3引擎开发制作。寂静岭系列的固定作曲者山冈晃并没有参与本作的音乐。同时，暴雨也与寂静岭2一样，都是系列中完全独立的剧情。但与2代神作不同，这部寂静岭在玩家中的口碑并不太好。游戏故事以逃犯墨菲为主角，他在被押送的途中发生车祸，陷入昏迷，醒来后发现自己被困于浓雾笼罩的寂静岭。为了逃离小镇，他必须穿越不断坍塌的表里世界。随着探索的深入，墨菲逐渐揭开了自己被囚禁的真相。游戏性上，暴雨与前几作故事线性推进不同，采用了半开放世界的设计，玩家可以在寂静岭的多个街区、建筑之间自由穿行，自主选择探索顺序。过程中除了主线，还有很多支线等待玩家完成。下面来到 PS4 平台，虽然本世代并没有寂静岭系列新作登场，但有一部传奇的寂静岭试玩 Demo PT 的全称为 Playable Teaser， 意为可玩式预告。这部试玩 Demo 有着一连串非常特别的机密。2014年，一家新成立名为 7780S 的游戏工作室，在德国科隆游戏展上公布了自己的第一部作品，代号为 PT， 是一个恐怖游戏。随后放出了这个游戏的预告片，预告片里的场景看起来非常诡异恐怖，成功吸引了当时玩家的目光。之后 7780S 在 PSN 商店上架了名为 PT 的试玩 Demo， 游戏内对恐怖氛围的营造惊艳了所有试玩者，在玩家群体中引起了巨大反响。7780S 则公布，只要玩家解开游戏内置谜题，就能了解到这款游戏的更多信息。那玩家们群策群力，很快就解开了谜题。此时游戏会播放一段预告动画，原来什么7780S 工作室都是假的，本作其实是寂静岭系列的全新作品寂静岭 S。
游戏由小岛秀夫的小岛工作室操刀，弩哥诺曼瑞杜斯参演，导演吉尔莫德尔托罗也会加盟游戏制作。预告动画的公布令当时的玩家大为振奋，只可惜这部寂静岭 S 因为种种原因最后停止了开发，试玩 demo 也从 PSN 商店下架了。下面来到 PS5 平台，寂静岭在沉寂多年后终于发布了新的作品。首先是2024年的《寂静岭2》重置版，由波兰开发商 Bluebird Team 制作。这个开发商有着丰富的恐怖游戏开发经验，代表作品包括《层层恐惧》、《布莱尔女巫》、《灵媒》等。游戏是根据原版《寂静岭2》的剧情，使用虚幻5引擎完全重做。重置版摒弃了原版的固定镜头，采用了现代主流的越肩第三人称视角，同时战斗系统、地图与游戏场景以及解谜内容都进行了优化和改善。系列音乐的灵魂人物三冈晃也回归重新谱曲。寂静岭2重置版自发售以来，获得了媒体和玩家群体的高度评价，普遍被认为是近年来最成功的经典游戏重置之一。PS5 的第二部寂静岭是去年刚刚上市的寂静岭 F， 属于系列的正统续作，由台湾工作室泥巴娱乐开发制作，同时日本知名编剧龙骑士07负责编写游戏剧本。这是寂静岭首次将故事舞台从美国小镇移到国外，游戏故事背景设定在1960年代的日本，主角深水厨子是一位17岁的女高中生，生活在偏远的矿业小镇荣之丘。剧情便是围绕深水厨子展开，核心主题涉及家庭压抑、社会规训和女性在婚姻上的自我抉择。本作在发售之前，包括预告片，其实并不被玩家看好，但发售后，寂静岭 F 凭借扎实的剧本、独特的文化表达和情感冲击，实现了口碑逆袭，2天销量就突破了100万份 ，MC 也给出了86分的高分。那至此，寂静岭系列的正代或者重置版就介绍完了，但是系列其实还有非常多的衍生作品，接下来我就按照时间顺序来罗列一下。视觉小说寂静岭2001年登陆 GBA， 复刻了初代寂静岭的剧情，但是玩法上属于视觉小说游戏，玩家需要在对话和选项中推进故事发展。寂静岭街机2007年7月上市，属于街机第一人称射击游戏，玩家不需要控制角色移动，玩法类似小时候玩过的血战上海滩。寂静岭孤儿2007年11月登陆诺基亚塞班平台，属于 Java 游戏，玩法是通过点击操作与图片场景进行交互来解谜推进剧情。该系列共3部作品，分别是2008年的寂静岭孤儿2和2010年的寂静岭孤儿3。寂静岭逃脱2008年登陆手机平台，也是第一人称射击游戏，玩家需要控制角色消灭怪物，找到各个关卡的钥匙。寂静岭记忆之书2012年登陆 PSV， 俯视角动作角色扮演游戏，采用类似暗黑破坏神的玩法，并支持最多4人联机游玩。寂静岭升天2023年登陆网页及手机平台，玩法类似黑镜、潘达斯奈基那种互动式电影，但是这部并不是真人出演，全部都是动画制作。寂静岭短信2024年登陆 PS5 平台，该游戏可以免费下载，流程比较短，采用的是第一人称视角，玩法上通过探索和解谜推进剧情，并且游戏内不包含战斗元素，遇见了怪物只能逃跑。OK， 以上就是本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大家玩过寂静岭系列的哪些作品呢？可以在评论区留言讨论。这里是系列发展史，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了。